我觉得我对工作上有一种渣男的感觉，总是会想要尝试新的东西。那既然人类图也是一种统计的方式，那就试着请你来分析一下我自己。当然，我也不会完全相信啊，就当做一种角度来看看吧。解图大概会是什么样的模式？然后刚好有一位粉丝就是愿意稍稍，当然我们这个影片会经过剪辑啊，所以不会全部公开，然后可能顾及隐私，会有一些比较私密的问题的话，我会把它剪掉。但大致上让大家看一下，就是在人类图做线上解读的时候，大概会是一个怎么样的流程。好，请问，你对人类图有大概的了解吗？没有，身为我的粉丝，你对人类图没有了解，我那就是好伤听你解说啊。因为你好，叫我直接看图，我根本就看不懂在干嘛。那我们可以看到呢，它是显示生产者，然后二分人跟46人。那我先讲显示生产者，一般来说，大家会把显示生产者就分在生产者里面，因为他们都是有建股这颗大电池推动你去做事情。可是我个人会把显示生产者跟生产者，我会比较倾向把它看成是两种人，因为我觉得他们的个性很不一样。生产者会比较，因为我觉得其实你也蛮，如果以我对你的了解，你也有一点像生产者，因为生那产者会差别是什么？比较一步一脚印。不知道，因为我没有研究啦。但是想是这个怎么讲？那个印象好像有显示，好像有比较厉害一点的感觉。但是完全不知道它的代表意思啊。因为其他几种显示生产者都被归类为生产者这一种的嘛，那还有其他有一种叫做显示者，还有一种叫做投射者，还有一种叫做反应者。那显示生产者其实顾名思义就是它有生产者也有显示者，对，它其实你可以把它看成他们是它混合。显示者的确，你要说蛮厉害的，我觉得你理解也不算错，就是显示者的确有一种帝王气息，显示者就是比较有气场。那像显示生产者就是有显示者的特色，显示者的特色其实就是他们能够去影响别人。显示者就是出一张嘴的，那显示生产者是他也有想法，然后他又觉得，那如果别人不做，我来做，所以显示生产者会比较瞎忙。显示生产者比较容易出现在微型创业的、独资的，对，因为自己做的，对，他就想说，我有个点子，如果没有人做，我没有团队，我自己一个人，这就会自己那种校长加工友加什么那种的。我也是显示生产者，你也是显示生产者，我们都曾经开过自己的小店工作室。就是因为我刚刚的二分人的意思是说，你看你这张图里面有9个空格，9个空格就是分别代表我们有9个能量中心。等一下我会一个一个从这上面的讲下来，然后呢，你会发现其实它能量的流动是在中间有断掉，所以它会变成2大块。上面的那个第2个三角形跟那个中间那个正方形，对，它是一块，然后下面又是一块，所以二分人就是会有一个特色，就是没有办法很快做决定，会很犹豫，而且呢，二分人就会很希望找到有一个人可以把他整个能量都打通。那他可以打通的时候，变成一整块的时候，他就会觉得那个状态是很稳定的，所以他就会有的时候你可能就会容易被这样的人吸引，不论是生活中的伙伴或是工作上的伙伴，你才会觉得比较稳定，所以才会说有的人现在蛮多公司也在流行用人类图看工作团队的，因为有可能大家可以互补，或者是说有的人的特色或者他的特质可能你不了解他，就你把它用错了。那也有的像类似像这样，可能我本来是比较浮躁的，我本来很犹豫的，可是我可能跟某一个伙伴一起工作的时候，我就会变得比较稳定，因为我借用了那个人的能量，把我整个能量贯通。好，那我们就先从能量中心来看，从最上面的那个最上面三角形空白的那个叫做头脑中心，你是刚好这个中心是偏空白。空白的，对，而且是完全空白哦，完全空白的意思是指还有不同半个透明的像那个，你看，
下面那个菱形的它也是白色的，还有旁边那个小三角形也是白色的，嗯，可是它们都有一个你说通道是不是？它没有打通的话就一定会有，它有个闸门有颜色，比如说那个菱形的有15个，对，然后有个26嘛，对不对？它至少都有一个闸门，可是你这个64、61、63这3个完全都没有任何颜色，所以你的头脑中心是完全空白的。那头脑中心完全空白的，头脑中心代表就是抽象的，可能是灵感、创意，或者是没有原因的一些想法。如果最上面这个头脑他是有颜色的人，他其实当他有想法进到他脑子里的时候，他其实有一个模式，每个人不一样，但是他有他自己的模式去处理那些资讯。那对你来说，你是完全空白的人，你可能也不是说你都没有在想事情，而是你会太多资讯进来，你没有办法判断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反而你会容易陷入焦虑，容易全面都接收，然后就陷入一个焦虑。现在讲是头脑，对不对？跟下一个是逻辑，这都跟头脑有关。那在讲了解自己这一段，其实有很多时候人类图就是会说不要用头脑思考，用头脑思考是对，所以你要回到你的内在权威，意思就是说回到你的身体的感觉，而不是用头脑去想这样。所以你根本不用去在意那些莫名其妙造成你焦虑的那些想法，因为那些都是没有必要的。但是这个很难，因为人类一直以来都会推崇头脑，推崇大脑这些已经太习惯了，对，所以其实是可以先不用那么在意那些脑袋里好像你觉得你无法处理或无法确定的那些资讯，可能可以先放一放，然后你可能自然时机到了，你就会发现，这件事情这个资讯才是有用的。你的身体会告诉你，这个下面这个三角形它叫做逻辑中心。好，上面的头脑它是抽象的，可能你也可以把它想成说，就好像很多你知道吗？就是一个是理性的，一个是感性的。应该不是这么说，应该是说头脑有点类似还没有处理过的资讯，然后呢，逻辑就会尝试想要用逻辑。对，变成一个可以解释，或者是说可以分享出去的，因为接下来就到了喉咙，就是要分享的，所以头脑的部分是比较 raw data 的感觉，然后到了逻辑中心就会想要用你的方式，这里有非常多个闸门，所以每个闸门都代表不同的方式，有的人是这个开，那表示说他用这样的方式去处理，变成他的一个，就同样有逻辑中心是有定义的人，不代表你们的逻辑是一样的，你们各自有你们各自的思维跟你们中心思想。那逻辑中心有定义的人，就是有自己的，刚刚讲还有自己的逻辑思维嘛。缺点就是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所以你很难改变我，我也很难改变你。这个系统你现在用这个。你跑出来这个图，它黑色是黑色，另外一个它是像偏棕色的，可是在人类图的话会叫它是红色，所以如果是别的网站跑出来的，可能它就会直接用红色代表啊，因为这个网站它就是走一个比较审美比较美观的，那它没有直接用红色，它用棕色的，那棕色你就要把它看成是红色，我们习惯讲红色，对，就是黑色跟红色。对，所以你也看到你右边是不是有灵魂意识，就是黑色的，有一排数字，然后身体运作就是左边就是红色，所以红色代表就是你天生身体被设计的特质，然后黑色是灵魂跟你意识，也可以说是你的个性，你认知你自己是这样，我的认知跟我的身体是怎么样，不见得是一样的，就是比如说我认为我是一个很有逻辑的人，可是可能别人看我根本就是乱七八糟啊，就是你自己认为跟别人看你不见得一样，别人看你的比较类似身体运作的那部分，那你自己认为你自己就是灵魂意识，就黑色的部分这样。好，我们先看一下，所以6447它是意思是一样的，然后6124意思是一样的，只是它在不同的区块，所以它有不同的编号这样。如果因为你刚刚说6447都是过去，然后6124都是现在，63跟4都是未来，只是因为它在不同的区块，所以编号不一样。好，我这样讲，64像上面那一块像是原料，你已经准备好了，所以你会变成说，你明明有想好你如果过去的一些经验你要怎么，可是你会觉得，你好像没有那些材料，未来你也
想好，你觉得应该会有一个公式可以应用在未来的答案，可是你渴望，所以你会希望多得到一些跟未来有关的资讯，或者是就是你的那个通道没有连通嘛，所以是半开，半开就会渴望对面那一个打开。那63就等于有关未来的资讯，有关未来的灵感。64就是有关过去的记忆，你清晰确切过去的体验跟记忆。你其实是缺乏这些资讯的，可是你觉得你已经准备好了，我要处理这些资讯，就是你这个算式都写好了，可是没有丢资料进来，没有 data source。对，有点类似这样。所以我刚刚说，头脑的最上面那个空白的部分，就像是 raw data， 你没有 data 啊，可是你已经有一个下面算好了，你的 code 都写好了，可是没有东西丢进来，你就会有点焦虑，觉得然后或者是说有一些 data 进来，但你不确定这是正确的吗？这是不是你要处理的？因为你空白的头脑，你没有办法判定这些资料正不正确，要不要丢到你的这个 code 里面去算。就是你会有点为什么？对啦，我写完你的图里面有没有我记得我有个关键字有写到理科脑，整个图就是理科脑，所以我就必须用一个理科脑的方式解读，告诉你就是这样，把很多事情整理分享的条理分明，再去告诉别人。因为17这一个闸门在人类图里面，它代表的是右边的眼睛，但很有趣的是，你11呢？11代表的是左边的眼睛，你两个眼睛的闸门都有打开，所以对你来说啊，视觉是很重要的。视觉很重要，包含很多人举一个例子啊，就比如说听歌的时候，可能歌词对你来说比这个音乐重要，因为你看那个歌词，你会比较有感觉。对，那所以你比较不能，比如你想要专心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可以听音乐，可是可能不能那个环境有很多很杂乱的事，因为你眼睛容易受到影响，对，你会容易分心。尤其11又开了，刚刚讲他开了3次，所以11是左眼，所以有可能你的左眼会比较劳累，所以你是比较视觉的。然后那17跟11就是你是。所以刚刚讲说你想要整理逻辑，可是又跟视觉有关，所以他的意思是，不是你希望告诉别人的东西是全景化的，是大方向的，而不是一个很小很小，因为你希望整体的看这件事情这样。那所以这一条1762的其实蛮适合在大企业里面工作，然后去做组织规划、逻辑性分析我们的这个愿景是怎么样之类的，像类似这样子的。你的好处是你的确可以非常有逻辑，可是缺点是因为要全面性的看，所以你不是很快不是那种很快，就是有的人是很快那个就可以这样一条一条啪啪啪，就是比如说辩论的时候他就可以很快，你不是那一种型的，你就是要一段时间之后消化之后，你就可以把它全部都讲得很细，可是你需要一点时间。原本看不懂左右那2排，所以那个也是通道，越不然越就黑什么灵魂意识跟身体运作那。没有，它就是因为我以为是分数，就是把你这些有打开的都列出来，然后它依照的是旁边是星星，最上面呢是太阳，太阳就是18号，好，黑色18号。那你有意识到的是什么呢？你想做什么呢？18号等一下会讲到，对你来说很有意义，你会很有热情的事情是什么？修正一些错误，你看到有不公正的部分，你觉得改正它。左下角的左下的三角形。对，等一下我们会讲到这一条通道叫做追求完美，或者说爱批评挑剔的通道。右边这一排就是你仔细看，所有黑色的、有颜色的、有黑色的数字都会列在这边。那它旁边是跟行星有关，它代表太阳、地球，然后什么水星、火星什么，它都有意思呢。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就是我不能理解你的。第一，它是红色，道理我应该会看到。有22，我应该会看到，因为是红色的，我应该会觉得你有啊。可是可能我跟你现在太少，或许其他人会，
你身边也会有感觉吧？但我没有这感觉，就是我觉得你矛盾的地方，12、22这一条是非常有情感渲染力的通道。或许你可以回馈给我说，其实你是这样的人，这样我的理，就是12呢是渲染力。好，你刚刚是不是有2个眼睛的17、11，对不对？22呢是耳朵，是右耳还是左耳？有点忘记了，左耳吧。然后呢，所以22是表示你很容易听得出来别人的话中话。然后呢，12是情感渲染力，所以其实12、22是很有渲染力的浪漫的社交家。那我就说，我不是社交家，但是它是红的，所以你自己也不这么认为。所以会不会别人觉得其实你可以？就是我在想，会不会？因为我们常会觉得人类图里面，我们最要学习的反而是红色的部分。红色部分明明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哦，可是我们通常不认同它，我们不觉得我们有。我每次只要讲红色的部分，尤其越年轻的，他们越会说我哪是这样的人呐？那可是有可能旁边人说你就是啊，你就是。比较严重是不喜欢这个特质，然后所以因为不喜欢，所以觉得自己没有啊，因为不喜欢，不希望自己有嘛。可是你这一条是打通的通道哦，这么大一条在这里，而且你的情绪其实本来是没有任何定义，但就是因为这条通道打开了，你才会变成情绪型权威。好，既然讲到这一条了，就是讲到右下角的这个右下是情绪，那是情绪，情绪，对，情绪这个是最大的动力中心。一旦这个情绪中心有定义的话，你所有的事情第一个要优先考虑的就是情绪。如果你没有这一条打通的话，你就是我认知的那个人。可是你是有的，但它是红，所以我就想说，是不是这就是你要学习的？可能你或是你有，但你没有那么，你不想表现出来，你觉得你不擅长，可是事实上你没有不擅长。好，但是我要回到情绪，因为情绪如果是空白的，像我是情绪是空白的人，我任何的情绪起伏都有原因。比如说吃到很难吃的东西，或者是就是你踩到我的某个什么雷这样。可是如果这个情绪这边有颜色的人，他的情绪起伏不见得有原因，他就是我把它讲的极端一点，就有点像躁郁症，他并不见得是因为什么事情，所以他的情绪就会有高低。对，那不是说情绪这边有颜色大家都躁郁症，不是这个意思，而是类似这个感觉，就是只要是这个情绪中心是有颜色有定义的人，他的情绪起伏不是有什么事情去，是不是有 trigger 的，他就是自己会，因为有时候就突然莫名的很 down， 然后莫名又很 high 这样，你会吗？也许有，也许有哦。如果是这样的话，如果你觉得也许有的话，你可以去记录一下，什么你的周期大概多久，这对你是会有好处的。原因是，比如说你有时候会可能突然兴起，我要讨厌这个工作，我要离职了，会不会它刚好是在你很低潮的时候，就刚好你情绪在低点，那你如果在那个时候就做这个决定，那就是情绪使然了，并不是正确的决定。你是情绪型权威的意思，就是要告诉你说，做任何重大决定的时候，都要确保你不是受情绪的低潮跟高潮而下的冲动决定，都是要在你比较平静的时候。那有的人就会说，我哪知道我什么时候是平静的？那你也可以反过来啊，心情很不好或心情很好的时候，这个问题对你来说答案都一样吗？如果有不一样，那就表示是情绪有造成他的那个嘛。那如果无论你是很低落的时候，或是你很开心的时候，你都觉得这个工作超烂的，那就可以离职啊。可是如果你很不开心的时候，你就觉得我要离职，然后很开心很不开心的时候就说我要离职，很开心的时候觉得其实这工作也不错嘛，就表示那是情绪造成的，这不是做决定的正确时机。你是不是把自己设定为你要很理性，所以感性的部分不要那么多流露出来，那么多你可能觉得我没有很适合社交，因为你的确有一些部分就像我刚刚讲的，
你必须要整理好，需要比较多时间整理好才能够说，所以你会觉得，哎，我好像没有办法说得很确切，我就不要说那么多。可是12、22有的时候，哦，这一条也有，哎，其实蛮符合啦，蛮符合。这一条的人说话声音是比较磁性的，算符合吧？你的声音算是有磁性的吧？不是那种有些男生的声音是比较细的、比较高的，你不是啊？不算。所以这一条就是你其实你有的时候只是说话你愿意说，你的声音其实就会给人家觉得一种安定的感觉。那22除了我刚刚说你可以听出话中话，其实还有跟耳朵有关，其实你也是一个好的倾听者。所以倾听是社交、是人际关系的很重要的一环嘛。所以你其实是有这样的能力，而且它是红色的，所以你可能就会觉得你没有意识到，其实你有这样的社交能力。所以，但是你看这里面最红的就这一条。那我刚刚说红色就是我们要学习的课题，所以你可能要知道怎么运用它，或许对你的工作为什么都会有很大的帮助。就可能，我说工作上啊，你会很想问工作的东西，就是因为你的能力都不是问题啊，而且后面会讲到你很有专注力，处理细节都是。可是你的确比较缺乏的是市场流行什么，还有，我要讲一个比较直接的，就是你看有一条16到48最左边哪一条？你是白的这一条叫做才华，你并没有才华，所以比较没有办法在这方面。我说我直接我好像也没有办法要怎么讲，还好吧，就直接就是没才华。对，所以但是你又是可以处理细节的，所以我说你很多东西都是逻辑跟你最浪漫的那一条是12、22是社交哦，所以而且你有45哦，国王哦，所以我才会觉得你是不是应该要想一下，就是辅助型哈，辅助别人，对，找辅助别人，或是你可以说辅助型可以，也可以这么，或者是跟别人合作，因为你是12、22，对不对？然后你可能可以跟别人合作，你想办法，刚刚讲的在地嘛，然后又关怀人、关怀社会，是这方面的。就讲黑色的29，黑色的29叫做坚持，然后它还有叫承诺，我如果答应了，我就要做到。可是好处就是你很重视承诺啦，所以你说到做到。可是坏处是，你真的确定你现在答应的事情是对的吗？就是你是不是 yes man？ 就是你是你是不是答应了一些其实你不该答应的因为你答应了，你知道做到，所以你很浪费了很多你的力气在一些你其实不该答应的事情。但因为你的29会让你一旦我答应了，即使我很不甘愿，其实这不是我该做的，是一旦我答应了，我就必须说到做到的，会让你坚持把它做下去。然后你有这个，因为它在剑骨嘛，剑骨就是个能量嘛，所以你的能量就用在这上面。所以你要问问题嘛，还是也要说没错，还是没感觉？承诺的这个好像有吧？你会很容易答应别人吗？还是你的意思是说，不一定是容易，但是答应的就觉得会要做到这样子。好，9、52就是细节。你9的话就是专注细节，然后9是剑骨，接到最下面那个叫做根部中心，根部中心就是抗压性，所以你9跟52连接起来这一条就叫做专注的通道，所以对于细节，然后所以我没有比较难一心多用，细节对你来说很重要，然后你就会可能就会，所以你应该会蛮容易进入所谓的心流吧？会吗？你有没有什么事情让你能进入心流？如果我进入的话，你有吗？所以你知道什么是心流？你知道吧？因为有的人是完全不能理解什么是心流，你有这条的人应该是可以理解什么是心流的。我跟
真的不是每个人都知道什么是心流。有人说什么是心流，我跟他解释说，这什么感觉？有的人是真的没有，我也有心流的感觉，但是有的人是真的完全不懂。但有这一条的，应该是会有蛮容易进入心流的，一旦你专注在那个细节。但是58是连通的，这条就是刚刚讲的挑剔跟追求完美的通道。18就是指你一眼就可以看出哪里有问题，小事也是，大事也是。58是关心大众，所以简单说就是我是为你好，我才跟你讲你这里不对。但是呢，18、58常会让人家觉得是一条，我不知道你，因为我觉得你还好，我不知道你跟你身边的人是什么感觉。就是18、58，如果有的人会觉得很烦，就是就像刚刚讲的，我是为你好我没有你要跟我讲。你是为我好，有的人就会觉得，所以18、58这条追求完美跟挑剔，表示他们很快就可以看到问题在哪里，他们会希望看到不对的事情就立刻修正。所以这一个能力，我个人的建议就是千万不要用在小的群体里，例如不要用在你身边的人、家人，或是好朋友，或是老婆这种，就会很容易陷入。什么？我是为你好那是你讲的，我们也要，就会很容易争吵。可是你如果把它放在大的事情上，群体的，比如说公司所以就很适合去做品管啊，或是挑立法院做，或者就是大的，就是挑大的事情的错的时候，你的能力是很好的。放在大的事情也是有意义的，因为58其实是关心社会大众的这个关爱的本能的力量我知道你的情况不是这样，你的情况反而是，比如说我举个例，比如说你可能会在社群平台会举出很多这里不对那里不对社会的事情，是社会的事情可是如果可以更用力一点，既然是讲社会的事情，就不是只是用个人的力量小小的，这一个影响力跟这个的可以扩及的，它的效益才是好的，不然可能就容易只是沦落在它还是在一个小群体里别人或许有的人就会觉得还有在那边讲政治了，他怎么没有感受到你要的效果。但是可能从你给了一些建议吧，比如说什么45，活得像国王。对，我觉得我跟新竹那位先生讲了之后，他整个就飘了。每次要买什么好东西，就说我要活得跟国王一样。但是我觉得这对你来说不无可能啦。但是我个人也觉得，我也蛮佩服你，你的确也可以过得很刻苦。或许刻苦的部分可以过了，你可能要往45的部分，可能你会遇到更好的机会。比如说，我们都很刻苦，我们的确就生存下来了嘛。那但是这一讲呢，可能就很直接了。那如果你过得很刻苦，你能够遇到的人就那些人对。那如果你假装也好或者是就是让自己再舒服一点，你可能或许你遇到的社交圈就不一样了，可能机会就会更多。当然不是要你打肿脸充胖子，可是在你能够负担的情况下，不要亏待自己。最后再讲一个46人好了，46人就是他是从哪里来的？我再把它停止共用，从这里来的。你看到灵魂意识是18.4，身体运作是52.6，对不对？对。所以呢，灵魂都看最上面那个太阳，然后就是18.4的4，它就是你的意识。然后呢，52.6是你的身体，对，所以你就是46人，是这样来看的。所以也就是说，你的灵魂或你的意识，你个人的认知，你自己是4的人，但其实你的身体表现出是6的样子。好，那你自己的灵魂意识4是怎么？所以你其实是个社交的人你应该要往社交，你要把你的4是圆滑，是自己想对对，4是圆滑。你不见得是要社交啦，我看过很多46人，其实他没有说他喜欢社交，可是
他们绝对希望避免冲突，在人际关系。我觉得这个有有吧，对不对？但是我就会想要跟你，尤其我看了你的图之后，我会觉得，如果你有这种我不得不去社交的话，你何不享受它呢？因为你明明有12跟22的社交价格能力，那其实你应该，它就是红色嘛，就是你不愿意的，可是你有这个能力。但是如果你觉得你不得不的那个瞬间，你要不要转个念，觉得既然是这样，我来展现一下我的能力，可能你就会得到一些机会。避免，我先讲完4就是避免冲突嘛，所以你对你来说人脉是很重要的。然后避免冲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觉得人际关系人脉大家都很和谐，这样是很好的。像我就没有这个想法，我是3就是冲，我是3-5人，所以对我来说3就是冲撞就是有人说是叛逆，但我觉得不是叛逆，就是你跟我说这条路不对啊，为什么不对？我就想去看一下，此路不通是哪里不通？我看一下，对，去看看啊，真的不通这样。但是然后如果因为这样，我想要达成这样，会冲撞到谁？我根本不在意啊，我就会觉得，那我只在意我要走的路，我不在意你怎么想这样。那你的身体是6，对不对？可是呢，可能有很多人看你都会觉得6是怎么样？6是尤达大师一样的那样的智者，但是我要先说，小鹰要到50岁以后才会展现出来这个感觉。那在那之前，6是什么呢？6是3+3，所以你年轻的时候就是3就是我刚刚讲的，我的头脑是3嘛不见黄河心不死。对，所以别人看你就是你为什么不见黄河心不死？但是你本来你这题或许没有，你认为只是觉得这是机会啊，但是别人看你就觉得你为什么都在冲撞？因为跟你讲说这不好，你就要去的事情。自己。对，别人看你这样，可是你自己并没有喜欢这样你自己是希望避免的，可是别人看你就是你是一个你展现出来的，或是你不小心你做出来的事情就是一个可能在冲撞体制的行为。可是你可能本来没有要这样想的，你本来也还想要顺顺的过，可是呢，这些都是有原因的。你的6，你这些冲撞都是你在累积你的经验，因为不可能一个没有任何挫折跟没有任何经验的人就可以当尤达大师吧？就是就可以当智者，那表示你讲的都是空的啊，你说乱讲画大饼啊。所以3在年轻的时候，6在年轻的都是3，然后呢，在他经过很多高低起伏、冲撞、跌倒，然后什么，通常可能会在30-40岁的时候会跌到一个谷底，然后慢慢爬起来之后，就可以到以后就可以跟别人说，哇，我以前也是经历过什么什么什么这样，因为没有那些冲撞，你没有办法累积智慧。但到最后是会蛮适合做6的人，就是别人会投射你，6也是别人给你的投射啦。那你要不要接这个投射，你就自己决定，就会觉得，你可以教给我们一些什么东西，你就有点像是好像，你好像过得很不错，你好像有很多经验，你好像有很多智慧。到了50-60岁以后，就是所以有蛮多6的后会走顾问的路线，因为别人就会认为他其实做得不错。然后他可能可以分享一些别人，但是6一定要到50-60岁以后才会真的显现出6。所以如果你现在有任何你觉得不是很顺利的时候，那都是在累积你的3啊。可是你已经差不多了，差不多了，所以差不多了，差不多要到6了啦。我的意思是8年，所以要开始去。你也可能要开始自己收集一些，如果你要做6这方面的工作，那你有什么东西可以累积？你也可以开始去整理这些东西。对，别人会投射你，你可以搞不好你到时候要回来，别人就会觉得哇，你在意大利，你自己可能觉得没什么，可是别人会这样看你，觉得你可以好像很厉害，在高级在很有名的牌子工作过，这本来就是你的经历啊，你就是把它收集起来啊。别人会投射你这样，你就接受这样的别人投射你很厉害，那你就接受下来啊。那你就只要你能够提供给他们要的就好了。你自己可能没有觉得你自己是6，可是别人是这样看你的。然后你或许就可以。所以我一直觉得你会不会回来可以做
顾问，然后可以帮助我自己乱想的哦，就是你可以朝这个方向。对啊，因为你今天讲那个什么社会方面，就是我自己有点意外。就是但是你或许可以想想看啊，就是嗯，因为我觉得好讲白一点，他没有才华嘛，所以你也没有、没有办法可以去创作。我就说就是辅助型的。对，那你可以提供你的经验啊，比如说你想要在精品时尚品牌的经验，这些东西可以去分享，然后或许你可以，我觉得利益很重要，或许你的利益是我可以帮助同样是想要往这条路的人，那你可以帮他们什么？这样或许会比我要来卖商品，或许会比较有一个方向，我觉得。而且你可能因为你对这方面，我说对，我不是说现在我们讲这个商业模式，而是你本来就对帮助台湾就是台湾这个土地是有认同的嘛，有感情的嘛，所以从这个出发点，如果你有想回来，我看的是觉得的确是有在地情感的部分，跟社会群体你关心的这个群体有关系的话，可能是这是一个方向吧。今天大概就这样。那你觉得他这个，因为他画这个图要给到那个时间，那会不会有就是你就会觉得有误差的部分？就比如说我可能记错啊，或是怎么样，或是填的不好啊什么的。你可以回去试算，比如说你当天的时间，一般来说我们会用4个小时为一个阶段，然后去算，然后如果算出来都一样那就没问题了。就是说那天的星象没有什么变动，对。还有问题吗？目前没有，要之后去感受。好，可以。好啊，那有问题再跟我讲啊。好，谢谢，就这样了，拜拜，拜拜。看完了分享，你也对人类图有兴趣，想要做1对1的人类图解读吗？欢迎透过我的 IG 或是 Facebook 粉丝专页预约，资讯栏都找得到哦。同时，因为我想要做更多像这样子的分享影片，所以如果你愿意把你的解读过程让我像这样子剪辑，然后分享放在频道上的话，我们有更优惠的方案，欢迎洽询。